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这一集节目播出来的时候呢，应该还在农历华人新年期间啊，所以呢，在这里要跟大家恭喜发财一下，希望大家开车出入平安，身体健健康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OK， 今天呢，其实这一个系列啊，曾经有出现过，就是阿嬷，我上电视了。可是这个阿嬷我上电视了，之前呢是以一个小单元在 Rider News 里面出现，但是这一次呢我就把它放大，变成一个大单元，就是我会开始接收一些网友、一些朋友们的问题啊，一些疑问，然后如果那些疑问我觉得我是有办法回答，或者我是有办法给一些意见的话，那么我就会让你们来上电视了啦。今天上电视的这位朋友啊，一定要把这一个影片 share 给你的亲戚朋友，全部身边的人看，让他们知道有一个那么亲民的 Rider ATH 啊，在为你们解决疑问啊。OK， 阿嬷，我上电视了，正式版第一集的来宾呢，就是一个叫 Win 新凤的女生。完整的整篇 email 是这样子写哦：阿豪 ATH 你好，写这个 email 是想询问你的意见。我今年21岁，啵吹啊！目前半工半读，因为家里不够车用，刚巧我工作也有一些储蓄，所以想买一辆车来上学上班。21岁还在上学嘛？应该是啦，我 college 嘛，对不对？可以不要这样变态嘛。然后应该是有打工这样子啦。我看了很多视频，目前是纠结在 MyV 1.5H。和 Persona Executive 依然决定不了我应该买哪一辆比较适合，所以想询问你的意见。会想选择 MyV 是因为有辅助功能啦，省油，也喜欢 MyV 的 exterior， 而且短尾车比较好 parking。因为我断断续续1年没有驾过车，有点担心 parking 那些。会想选择 Persona 是因为我认为操控比较好。哇，这个小女生不错啊，她知道Persona 是操控比较好的，有尾巴，安全性也比较高。这个嘛就等一下我解释一下啊。有 reverse camera， 也喜欢 center console 的设计，但是听说引擎会常出现问题。毕竟我现在是半工半读，所以很害怕常出现问题会负担不了。如果你能回复我，非常感激 ，Thank you。那么今天呢 ，Rider ATH 的阿嬷我上电视了，正式版第一集就让你来上我的电视啊。然后今天呢，我也会一一跟你解答一下 MyVH 版本跟 Persona Exec 版本呢这两辆车之间哪一辆比较优秀，哪一辆比较适合你啦？先讲啊，整部影片没有任何的广告啊，我也不偏袒 Proton， 我也不偏袒 Perodua， 完全纯粹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意见。那最后决定要买 MyVH 或者 Persona Exec 完全就在于你自己的决定啦。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两台车的售价。MyV 的售价呢 ，H 版本 CVT 呢，价钱是53,900块，然后 Persona Exec CVT 版本呢，在车价方面不包括 Rotex Insurance 来讲是便宜了一个3000块左右。那这3000块左右呢，MyV 又给了什么更多的东西是 Persona 没有的？那 Persona 又有什么东西是虽然比较便宜，但是又拿到比 MyV 来的好呢？我们现在就来一个一个好好的研究一下啦。首先email 里面呢，这位小姐姐她就讲，她已经断断续续1年左右没有开过车了，所以她觉得短尾车在 parking 方面在 City Drive 可能会比较容易，比较适合。但是其实Persona 跟 MyV 他们两台车的车身大小真的没有差很远就真的是多一截皮骨出来。然后 reverse 这个东西呢，如果是讲 MyV 短尾嘛，都很容易控制，你只需要看你的望后镜，你大概看一下你后面的镜子
就大概 agak 得到你的屁股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在 reverse 的时候就可以避免去撞到后面的东西。再来就是 Myvi 其实有后尾的这个 reverse sensor， 虽然它没有 reverse camera， 但是我觉得这种 hatchback 小车 reverse camera 这个东西它的重要性啊，真的不是那么的高啊，除非你真的不是很厉害做 side parking， 但是这种东西都是熟能生巧了。side parking 对我来讲的话，我以前驾 Navara 也是没有 reverse camera， 我也是可以做到 side parking，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习惯就好啦。Persona 方面呢 ，Persona 虽然是 Exec 版本哦，不是 Premium 的最 high spec 版本，但是它有 reverse camera 啊，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 sedan 的关系，所以如果搭配 reverse camera 来讲，你在做一些 side parking， 你在做一些 reverse parking， 那个多出来的屁股可能对你来讲也不是一个多大的负担，所以我觉得两者之间啊，在 City Drive 在 parking 方面都是一个平手的 level， 但是如果你讲你想要得到一些比较 fancy 的功能，好像 reverse camera Persona 在这一点会更加的有优势啦。不过 sedan 跟 hatchback 最大的差别我觉得不是在 parking 方面，最大的差别是在这个 boot space 就是后箱空间。Persona 的后箱空间真的很大，如果你是平时很少载东西，我想象的 collection 应该不会要载到很多东西在后箱，所以 Myvi 的后箱空间表现我觉得应该也算足够。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爱旅行，很爱跟一些朋友出门，要载一些很多东西在后面，可能你有玩吉他，还是你有骑一些折叠脚车的习惯的话，那 Persona 肯定就更加适合你啦。然后刚刚email 里面有提到的就是他觉得 sedan 车会比较安全啊，很有可能是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当给人家撞屁股的时候，没有屁股的车就是 hatchback 版本的车，一撞就直接去到后座的 passenger 了。然后 sedan 的话还有一段的缓冲空间其实的确是有这个讲法。而且我们如果要讲安全性的话 ，Proton Persona 跟 Myvi 比起来，他们的金属的硬度Persona 方面会更胜一筹。然后它又是一个 sedan 车，所以在尾追事故发生的时候 ，Persona 对于后座乘客的这个保护性我觉得是大于 Perodua Myvi 的啦。说到尾箱空间，说到这个后尾的 reverse parking camera， 还有再来讲到就是这个安全性我觉得 Persona 是比 Myvi 来的更加好啦。然后讲到安全性我们就要讲一下一些辅助功能啦。像 Perodua Myvi 呢，就有很多辅助系统是Persona 上面没有的，即使你买的不是 top spec 最贵的 Myvi 你只是买到一个 hatch 版本的 Myvi， 它都有搭载 ASA 3.0 的这个系统这个 ASA 3.0 的系统以这个价位是完全找不到的不是 Proton 罢了是全马来西亚的汽车市场只有 Perodua 可以在这个价位给到这样的功能，这个真的是 Perodua good job这个 ASA 3.0 我不知道这位小姐姐知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假如你买的不是顶配版本的 Myvi 的话， H 版本的 ASA 3.0 就有做到一些自动刹停功能假如你前面的车突然 emergency brake， 你来不及的话，你的车就会为你做出一些反应，会帮你刹车这个我在 Myvi 之前的 ASA 1.0 的时候就已经有体验过了，这个功能是会 work 的，会保护到我们的。除此之外呢，假如你在停红绿灯的时候，可能你按手机还是你在跟朋友聊天，前面的车走掉了过后呢，这个 Myvi 的 ASA 系统是会提醒你的，你前面的车走掉了你也可以跟着走啦，不然的话有时候会给后面的车换这些都是 Myvi 身上有，然后在 Persona 上面没有的啦。在除了这个 ASA 系统以外，其他的安全配备ABS、EBD、VSC 这些都是标配啦，在两台车上面都可以找到的。但是真的非常可惜Proton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子来 set 这个 Proton Persona Exec 的 spec， 就是这一款车呢，它只有4颗 airbag， 也就是 driver side 前面的 airbag、passenger 还有椅子侧边的 airbag。但是 Myvi 不一样，Myvi 是多了2颗车窗的 curtain airbag， 这一个是比 Persona Exec 来的更加有优势的啦。如果是讲你的这个考虑范围里面有 Proton Iris 的话，它又比 Proton Persona Exec 版本来的更加好，因为 Exec 版本的 Iris 就已经是6颗 airbag 了 ，Why？ 我不明白而且还有皮革的椅子 ，Exec 版本的 Persona 没有 ，Why？ 价格更便宜，配置还比 Exec 版本的 Persona 来的高 ，Why？
其实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Proton 车款目前就是 Iris Exec 但是既然你没有把它放在考虑范围里面，那么我们也不多讲啦。除了这一些东西，还有一项被动的，就是刚刚我在讲后尾的这个尾箱空间的时候有提到的，就是 Proton Persona 它的车身金属，它的钢材硬度是比 MyV 的来的更加强、更加硬、更加坚固，所以它在被动的这个安全系数方面，我个人觉得Persona 在发生碰撞的时候，车身的这个变形还能不能开到门这些相比起 MyV 我觉得 Persona 还是比较有信心一点点在这一个环节 MyV 的确在字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都是比 Persona 来的强，但实际发生碰撞的时候，真的就很难讲了，因为碰撞有很多种角度很多种情况，很多种不同的速度，所以这个就看你个人的喜好了啦。然后在 email 里面有提到的就是 MyV 它的引擎会不会比 Proton 来的好，因为 Proton 的这个 Cam Pro 引擎真的是有一种过街老鼠的感觉大家都不喜欢听到 Cam Pro。然后如果是讲要比较两台车的引擎的话，我个人呢会比较喜欢 Perodua MyV 的引擎，相比起来 Perodua MyV 的引擎就用timing chain 啦，虽然不是讲 timing chain 这个东西完全不会坏掉，但是它的使用周期就不像 timing belt 那么短。timing belt 的话，可能你10万公里的时候你就要换一下 timing belt， 但是我知道也很多人用车是用不到10万公里的啦，在可能7万公里、5万公里你就卖车了，就换车了，这个也很难讲，所以我们就也不讲什么 timing belt、timing chain， 我们来讲一下引擎的这个技术虽然两台都是有这个 VVT 技术但是 Perodua 方面呢就有 Dual VVT-i的这个多优大光环油耗表现方面，我相信 Perodua 的 Dual VVT-i 引擎这个 1500cc NA 的引擎会比 Cam Pro 1600cc 的 VVT NA 引擎来的更加省油，但是我两台车都没有，我很难讲得准到底哪一台比较省油啦。我只知道不管你给我什么车，我都可以把它加到很省油就对了，即使是我现在用住 Proton 的次油怪 CPS engine， 我还是可以把它开得很省油，所以这个完全就是看你们个人怎样操作那一辆车，怎样操控那一辆车啦。那牙箱方面呢，两台车都是 CVT 但是 Perodua 的 CVT 就更为先进因为它是一个 DCVT Dual Mode CVT。当你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它是用一般的 CVT 方式来进行驱动，就是当然 CVT 你就会感觉比较舒适啦，你不会有感觉到换挡虽然讲激情方面你在感觉上会变得比较少，但是其实 CVT 的加速表现是比之前的 MyV 4AT 还来得更加好这个是官方给出的字面上的成绩，实际加速起来我相信不会有多大的差别啦，所以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然后这个 DCVT 当它去到一个高速的一个时速的时候呢，它就会介入齿轮来驱动你的车，在 highway 的时候就用一个 speed 在行走，就比较省油这样啦实际体验我是还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接下来有试驾的话可以好好体验一下。那讲完 Perodua 的 DCVT 过后，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Proton 的 Punch CVT， 真的是鸡蛋糕这个 Punch CVT 从以前到现在不知道 Proton 宣称tune 了多少次，改良了多少次我都还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慢速行驶的顿挫可能我很挑sorry Proton， 但是我相信也会有很多其他的 driver 是感觉得到的，可能有一些媒体就没有感觉到啦，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总结起来，压箱方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Perodua MyV 的压箱，因为它比较先进，比较舒适。但是两台车的压箱在你猛加速的时候都一样吵，烦死人就对了。CVT 的那个声音很吵的，但是这个价位的车真的你也不能要求它的隔音表现有多好啦。维修和保养方面呢，两台车我觉得都差不了多少，毕竟你买的都是新车嘛，回去原厂做 service 也不会很贵，我记得都是在100多块到300多块这样子啦。普通 service 如果是 major service 的话，可能就多一点啦，所以两台车在保养方面我觉得不会差得很远啦。然后两台车的轮胎呢都是一个185、55、25
15寸的铝圈哦。这个就你在换胎压的时候几乎都是一样的价钱啦，是取决于你个人喜欢怎样的胎压。刚刚这个小姐姐啊，她有提到操控方面 ，Persona 会来的比 MyV 更加好啊，这个无可否认啊。Persona 在操控方面也好，在驾驶体验全方面来讲啊，整个驾驶过程我试驾过后 ，MyV 真的完全不用跟 Persona 来。Persona 的椅子的乘坐表现、驾驶体验，在转弯的时候，它在一些高速行驶的时候，它的表现都是完胜 MyV。所以如果你是对操控或者对驾驶有一定的要求的话 ，Persona 就会比较适合你啦。然后 MyV 也不是不适合你啦 ，MyV 不适合我罢了啦。我觉得不管我怎样进行调整，它的椅子都调整不到我的一个舒适的坐姿。我真的不管怎样调，我都调不到嘞。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它的人体工学就真的没有那样好。Persona 方面就很容易调整到我个人的一个舒适乘坐姿势啊。这个还是要自己去 showroom， 最好可以试驾，好好的体验一下。因为可能真的很多人不觉得驾驶姿势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可能可以做得好，可以踏到油 ，steering 可以转就可以了。但是我不是啦，我要求还是比较高一点点啦。好，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先到这里。希望我刚才讲的那一些东西呢，可以让你有 idea， 让你有一个方向选择你接下来要买的车。如果啦，让我来做选择的话，可能几年前我会选Persona， 但是现在我会选 MyV AV 版本的 MyV 啊，因为 AV 版本的 MyV 有这个自动跟车系统啊，尤其像我现在这样时常要 JB to KL to Penang 还是哪里，时常要开长途车的话，自动跟车对我来讲是一个很舒适的一项功能啊。但是如果它不在你的考虑范围内，你也不要去想。所以我们买车其实很简单，就是看你的预算在哪里，然后你再选出几款你喜欢的车。刚好是在预算之内的，然后从中做选择就对了。你一直去 top up 它，哇，我加多一点钱，我买那个 spec， 我加多一点钱，我买那一款车，这样你永远加不完。最后你可能会从本来要买 MyV 变成买 Camry。OK，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一部影片很有用的话，或者刚好你身边有朋友也是很纠结在这两款车不懂要怎样选的话，都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啦。影片最后的最后啊，还是要告诉大家，车是没有完美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啊，所以选你自己喜欢的，选适合你的，这样就对了。OK， 你如果觉得我今天讲的东西很垃圾的话，那你也可以完全不用理我啦。但是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啊。接下来呢，这个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更多的内容。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想要问的话，也欢迎投稿到 Rider ATH 的 email 或者 Rider ATH 的 Facebook page 啦。今天就先这样子，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